我们吃到一个有趣的包裹，菜是用来干什么的？ 喂，好，是我们的咖啡吗？我想要喝咖啡。我觉得不会收拾教室、不会洗杯子的讲师不是好讲师。好，那在忙着搞卫生的同时，我就写写我们这个月28号中法庄园马斯兰垂直品鉴大师班及晚宴的推广文案吧。今天有一些感悟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但是在此之前，我想提醒一下，本期视频由游戏网东冠名播出。游戏网东是中国非常优质的进口商，他们从16个国家的100多个产区引进各风格和各价位段的葡萄酒、烈酒，甚至清酒。他们也被一些媒体和组织多次评为中国最佳葡萄酒进口商。如果你是消费者，你可以去他们的游戏网东酒类旗舰店去逛逛他们的产品。如果你是经销商的话呢，我相信你会想出办法联系他们。我最近发现呢，身边很多人很容易情绪低落，我觉得可能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近10几年用于消费的时间远远超过用于创造价值的时间。创造价值的，我觉得不只是工作赚钱的那种价值，比如说看书、学习、跑个步、去健个身，跟朋友或者家人度过美好的时光，我觉得都是给人生创造一定程度的价值，对吗？同样，消费不只针对花钱买来东西的，而是比如说刷手机，我觉得也是一种消费。创造价值也就意味着给你的人生增加东西的，可以是增加金钱，可以是增加能量，可以是增加幸福感。而消费呢，是会从你的人生剥夺一模一样的东西。消费呀，要么你是用钱来买东西，对吗？要么你是花掉这个能量，要么你是花掉这个幸福感得来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可以表达的更好一点。创造和消耗，创造呢，显然是可以给你带来价值。那么这个价值呢，当然可以是金钱，对吗？但是创造呢，也可以是给你带来其他的东西的。比如说，如果你是去健身、去跑步、去练瑜伽、普拉提什么的，对吧？可以给你带来能量。这个能量呢，可以是身上的能量，也可以是精神上的能量。比如说，如果你去看书、学习、去考 MS 啊，什么都可以的。这些呢，我觉得在创造的过程中，你会找到成就感，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创造的过程中也会给你创造幸福感。那么，消耗就是或者消费，是把你创造出来得来的能量币给消耗掉了，对不对？所以呢，比如说我去消费，我去买东西，我去买包包，我去买漂亮的一双鞋，那我就把金钱放出来的。或者呢，我加班过度呢，我是511的忙碌，那可能这个能量也会被消空了。或者是呢，我跟一些很消极的人，就是待在一起时间太长，做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情，那只有可能我的幸福感也会降低的。
所以实际上呢，人生当中呢，不只是钱可以用来买东西的，能量和幸福感也是会被消空的、耗空的。除了钱以外呢，人生当中呢，这个能量和幸福感也是有限的，所以有很多人会不知不觉把这些能源给耗完。很多人问我是怎么减肥的，其实呢，这个道理很简单的，你输入的热量少于你付出的热量呢，你自然会减肥。反过来呢，如果你输入的热量高过你消化的热量，那你就会长肥。所以我在想，那个幸福感会不会也是一样的？你创造的时间多于你消费的时间，可能幸福指数会提高。如果你消费的时间多于你创造价值的时间，那可能你的幸福指数会下降。所以我不知道我这些想法是对不对啊？欢迎在评论区里面分享。但是呢，如果你最近感觉心情不好，不妨算一算，你花在锻炼身体、创造价值、看书、学习、好好陪家人的这个时间的加起来，跟花在刷手机的时间和做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情的时间上的这么一个比重，让我看看是不是消费多于创造价值。没事没事，我朋友给你的。对，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对对对对对。有厉害吗？